你手怎么了？给我看看。谁给你伤成这样的？别提了，都是因为那只臭青鸾鸟。什么？一只臭鸟也敢欺负到我们福云店的头上了？就是。花爷，取我的混金刀，看我不把他给炖了。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先别急，青鸾鸟是玉离仙子那只神鸟吗？就是它，就是它。谁？玉离？灵溪啊，要不咱忍一回呗？13，我白认识你了。不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灵溪，你想想啊，你说你堂堂一个小仙是吧？咱心胸得开阔一点。你干嘛跟那些飞禽走兽一般见识呢？我开阔不了，我也就一飞禽，你忘了？你怎么会怕玉离呢？你可是连功德殿都敢闯的人。我不怕他，我怕的是他爹。药王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傻呀！咱们在天宫生活，那怎么可能离得开药王？你想想，你如果修炼仙术，你得吃助修炼的丹药；你如果心有所成，你得吃巩固修炼的丹药；你如果练得走火入魔了，你还得吃静心凝气的丹药，对吧？你说你一个桃林小仙，什么都不懂，你怎么长这么大的？我就是什么丹药都没吃过，怎么了？我打小就吃麻酱烧饼、白糖拌豆腐脑、辣椒油毛肚，我也长这么大了。这是一回事吗？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你想开点嘛。是啊，灵溪，你就想开点吧。为什么人人都能欺负我？哎呀，灵溪，你别这么想。灵溪，国师，那日刺杀你的人是仲浩的养子。仲浩的养子？那他是在替仲浩报仇。可他是南极仙翁的徒弟。我们已经掌握了仲浩的行踪，要不要这就将他擒来？仙界之人和入魔之人认亲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亲自去。请兄，早晚我要你的狗命！一把断了柄的魔刀，居然还有如此威力。母亲，哥哥，求你们一定要保佑我。
来者何人？劳烦通禀，南极仙翁弟子清源求见九尘上神。还想跑？仙君，这不是在南极仙州见到的那只丹鸟吗？仙君。啊。看你以后还敢再来找事！林夕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欺负我们家青鸾！打扰神尊了，清源此次前来是奉仙翁之命。最近是否有受过伤？是，并无大碍。如何医治的？此等小事就不劳神尊问询了，只需把水月鼎交予小仙，让小仙回洞府复命，便感激不尽了。水月鼎，神尊你，本尊没有见过此物。给我进来！玉立元君，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！跪下！你到底要干嘛呀？神尊，他神尊，我无意冒犯你，只是今日这小仙先挑起事端，拿着蟠桃仙果诱捕我家小青鸾，不知是何居心。这事儿就算闹到天君面前，我也是占理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，你问他。放肆！神尊，小仙知错，小仙知错。每天只知道胡闹，退下，罚你闭门思过。是，神尊。神尊，就算灵犀他，好了，你走了。看来神尊还有家务事要忙，请将水月鼎赐还，小仙就告辞了。本尊这里没有什么水月鼎。你，莫非神尊想强占我南极仙州至宝？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在浮云殿大呼小叫的！神尊身份何等尊贵，怎会贪图你小小洞府之物？下界小仙不懂规矩，再敢聒噪，就叫天兵呼你出去！你好，看来天庭仗势欺人的地方，我走便是。神尊，你收经了。今日多谢元君。神尊哪里的话，能为神尊分劳一二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而且今日你还为我呵斥惩处了殿中人，玉离很是高兴。有功当赏，有过当罚。话虽如此，但玉离明白，这是你对我的爱重。神尊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曾很羡慕灵犀。早在数万年前遇见你，我便知道你心怀天下，仁义无双。那些闲言碎语我从来都不信，只是我人微言轻，当时不能在天君面前为你分辨，
我只怪我自己，不能是你殿中的一名普通侍从，还能常伴在你身边。本尊乏了，玉立元君，你退下。你累了，那神尊，你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神尊，我给你的九龙神火罩还好用吗？那，你记得时常用着啊。那我走了。你说你是不是傻了？他不就是一个南极仙州的下级小神吗？你怎么胖成这样啊？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没出息。再说了，咱们福云殿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啊？你被那个玉离欺负成这样，你都不知道还手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天庭生活离不开药王，练功得吃药，拉肚子得吃药。不是你这……好好在这闭门思过，以后离我家青鸾神鸟远一点，听到没有？嗯，算你识相。神尊，神尊，刚刚那位上仙是来讨要天恒神砂的吗？我总觉得他有点可怕，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也知道怕，那就别主动惹是生非，都闹到殿前来了，让外人跟着看笑话。对不起，神尊。出去吧。那这天恒神砂，且带着吧。哎，等等，把13叫过来，你闭门思过。但我是神尊。神尊找你。神尊，你找我？有件事要你去办。是。什么事？神尊，我回来了。他去往何处？不知道啊，追到幽都山附近就没有人了。你被发现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很小心的。当年本尊座下精兵战将无数。没事儿，神尊，你现在不是还有我呢吗？嗯。你在店里守着，我下凡一趟。下凡。
好呀，我好久都没有去凡间了，也不知道那八大街还在不在。哼，你没听见本尊说的话吗？看守浮云殿。神尊，13，你们在忙吗？何事？我给你们倒了茶。不是让你闭门思过吗？神尊，我怕你口渴，等你喝了茶，我再去思过。你有这心思，不如好好琢磨一下，怎么样少犯错。你惹神尊生气了？怎么可能？这谁不知道我13那向来都是咱们浮云殿里最懂神尊心意的人。是啊，谁都不知道。谁都不知道。云头，云头，你怎么了啊？神幽宝剑，你在修炼神幽宝剑？这套功法是残缺的，元真为什么会失去心房，被魔所获？别人不知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知道，又如何？又如何？你说会如何？难道你想入魔吗？你想死吗？母亲惨死，我功力大减，又丢了神职。现在眼见袁家就要败在我手里，这样的冤痛与死何异？袁家的子孙不能这样活着。可是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你就不后悔吗？后悔？我当然后悔。既然当初我决定把事情瞒下来，我又为何要犹豫不决？早知今日，我当初就应该更果断一些。七号医官，凡间大越国干旱，瘟疫肆虐，十分严重。以我之力，恐怕难以扭转。不行，我得去找药王。青瑶医官，药王在吗？药王早已知道凡间瘟疫泛滥，已前往下界施药了。啊，那便好。青瑶医官，万灵院仙兽忽得急症，可否请您过去看看？走吧。青瑶医官，这边。我们这是去万灵院？是啊，大古兽不知误服了什么，现在狂躁不安，就关在万灵院的西南角。我们从这边走最近了，
医官莫要耽搁了，快些走吧。霸谷兽狂躁不安。是。那霸谷有冲天裂地的本事，他若真的发了疯，半个天宫都翻了，还轮得到你来告诉我？你一个小宫娥，满口胡说八道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青瑶医官，正是良辰美景时，可愿听本座吹箫一曲啊？哎，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，或是弹琴抚筝，本座都略通一二，不知仙子喜欢哪一种呢？青瑶医官，青瑶，你来真的？本座到底何时得罪你了？你一仙法高超的上神，成日除了招猫逗狗，还有别的正事做吗？你知不知道凡间大旱，尸横遍野，瘟疫四散，有多少孩童流离失所？天尊数万年来只在洞府闭门不出，真该叫他出来，好好看看他的好徒儿。哎，你可以说我，但你不能带上我师父。凡间自有雨神不雨，瘟神不疫，各司其职，本座如何干预啊？说的真是冠冕堂皇。好，那我们便讲讲与你有关的。5万年前，在大越国你酒醉后发的那场洪水，你总还记得吧？我记得。怎么了？幸亏本座机敏，事发之后及时跑到鬼界，把那些倒霉鬼一个一个全都拉了回来，而且为了弥补他们，本座还改了他们的命簿，男的个个金榜题名，女的个个阖家幸福。真的都救回来了吗？是啊，好像就死了一个吧。就死了一个吧。是啊，发生了这么大的祸事，只死一个已经算是万幸了吧。再说了，本座又不是没有去救他，本座去了2阶入口，等了他许久，最后没有等到他，也不能怪我呀。再说，本座也是日理万机，不可能真的千秋万载的在那里等他吧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他就是时运不济，劫数难逃。就算不死在那儿，也会死在别的地方的，你懂吧？好一个时运不济，好一个劫数难逃。云峰上神，你也配为神，配受人间一束香火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你口中随随便便就能死的一个人，他也有父母亲人，有妻子儿女，有年迈者会因他的逝去老无所依，有嗷嗷待哺的婴儿，会因为无父兄护持而流落街头，有女子一生孤苦无依，破晓残钟到天明。云峰上神，你生而为神，你仙骨卓绝，你不需去体会人间六苦，也不屑于去体会。但你可知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？你眼中微小如蝼蚁的那些人，他们也有权利去看一看你已经瞧厌了的这片山河岁月，享受一下你从来都不屑的那些平淡人生。一杯粗茶，一碗淡酒，就足以慰平生了。上神，你怎么会知道当年那么多事情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青瑶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。
战神，仲浩，你为何在此？反神灵族与你天宫无关。上次的刺杀，是因为我中了景修贼子的圈套。我是战神，屠魔是我的责任。你手握魔刀，还不敢与我一战吗？看来他这次选了个不怎么样的人。战神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你已入魔，6界便皆是你的敌人，这点觉悟都没有，怎么做魔的门徒？太天真了。你比烈仪差远了，他都没能成事，你能做什么？不准你提我父亲的名讳！说，魔君要你做什么？要我杀了你？看在烈仪的份上，本尊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要是再不醒悟，休怪本尊不客气。我不需要你的机会。以你现在的功力，还不是他的对手。快回来！又想离家出走啊？你说话不算话。我何时说话不算话？你说了，如果我跟你回来，就没有人再拔我头发了。我说过。倒是没别人拔了，都是你拔的。我是个狐狸，不算人吧？你。再说了，这儿就我一个人，外头人可多了。你与其在外面担惊受怕，倒不如在这专供我一个人。你欺负人！呀！战神大驾光临，所为何事啊？乐伯不在。我师父不在，有事便跟我讲吧。乐伯回来，让他在这等我。不，他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喂，我走了。要走便走。神尊，去唤云峰来。是。上神，上神，这些是不能看的。给不给我看？
不给。好啊，你长能耐了啊！不，上神，真的不能看。这命簿关系到6界苍生的命数，您不是司命宫的人，是不能看的。你当我傻呀？13就时常跑到你这里来看凡人命簿，为什么他能看，本座不能看？13看的都是些废了的凡人命簿，我是哄着他玩的。而您要看的却是天宫仙界的渡劫命簿，这要是给您看了，小仙将来渡劫是要遭天谴的。你飞升天界之后，修为上是毫无进境。以本座来看，你此生已无渡劫晋升的可能了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哎，这不，真的不能看啊，上神。哎，干嘛？你跑啊，再跑啊！这给我吧你！这不给！放开！这，给我！上身！你放开我！你老穿我衣服干嘛呀？你真快点！快！老实点！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老实点！你们干什么呢？这你。他欺负你啊？云峰上神，别怪我没警告你。就算我法力没你高，职位比你低，人也没你聪明，但你若欺负司命，我定不会答应的。本座只是想看看他的那……看什么都不行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倒是你来这儿干嘛呀？哦，对了，神尊要见你。知道了，不早说。给我等着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看看。我真没事。哎呀，他伤眼了。我不碍事。我并无大恙。哎呀，你就给我看看。什么？仲浩没死啊？列仪生前便擅长阵法，更是对魔族古阵颇有研究，也是因此入魔的。看来仲浩的同族死前的献祭，确实是为他打开了入魔之路啊。我并未对他下杀手，本想问出魔君意图，没想到反给魔君一个护他的机会。师兄，魔君既已醒来，不是仲浩的话，也会是别人的，不过是爪牙罢了。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，终究很是被动。看来我得带灵犀去一趟幽都山了。师兄，你还是怀疑他？总得试试。希望不是他。怎么？灵犀这个小丫头活泼可爱，她师姐更是善解人意。总之不是最好。我走后，你要严加看管天族各部，尤其是袁家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仲浩为魔办事，他不会一个人单打独斗。他们在山灵族中已多年，比在天族行事来得便利。幽都山虽幅员辽阔，但更要严加探查。通知山灵族国主，小心族内有人生乱。一旦发现有人私通魔族，立即禀报。是。事关魔君，要谨慎对待，收起你的杂念，好好做事。我没什么杂念。知道了，师兄，放心。神尊，灵犀呢？他不在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
我也真是没救了，怎么在哪儿都能看到神尊啊？嘿，不过神尊这么看，还挺好看的。神尊，你在这干嘛？我太热了，我就来这里凉快凉快。我跟你说啊，整个天宫就属这里最凉快了。神尊，你是来找小仙的吗？本尊明日要去凡间一趟，你愿不愿意随本尊来？愿意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可能会有点危险。哎呀，有神尊在，能有什么危险的？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去过凡间了。我记得，我跟你说啊，凡间有好多好吃的，有胭脂鹅脯、酒酿丸子、桂花糖糕、糖醋鱼，好多好多，你肯定都没有吃过。我带你去尝尝。神尊，有鱼！这么冷的水里也有鱼啊！造化造物，万物不同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哦，这么冷的水里养出来的鱼，一定很好吃。这是上清境灵台尊者养的鱼，你吃一条，定被打死。神尊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这前面就是大越国了，很热闹的。我们是要去大越国吗？啊？神尊！这里，啊，好吃，好吃，来。好吃吗？我是不是没骗你啊？你以后就不要在人间作乱了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你是要吃我吗？我不好吃，我不好吃的。
三杯两盏，树影上心头，泪清风上楼。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。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可念不可求，满心无人懂，爱不知可否。忘了留恋的时候，最不能回头，扑空的双手，无人回首，软语又还休。若情的是情的猜测，人死当是否？一朝不舍，一生难得，为你忘记我。知心遇见始终的相投，痴迷了太久。我用这一走翻开心口，真实的血肉，多少次